小女孩上一秒还和家人在花园里开心的种花，下一秒就被嚣张人贩子当街拐走，整个过程都没有超过3分钟。他们所处的位置还是安保顶级的富人区。随后警方展开了全市的搜索，可依旧一无所获，甚至附近的监控也没有发现一丝痕迹。时隔12年后，警方查到女孩的下落。当这一消息被女孩家人知道后，瞬间引起了骚乱。女孩母亲差点激动地昏过去，而父亲也顾不上工作，匆匆赶回了家。据警方所说，最近执法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拐卖团伙。当他们前往抓捕时，竟意外在地板下发现了一间密室。警方打开地下密室的门后，成群的苍蝇喷涌而出，在地下密室里发现了一名少女。经过调查比对，这名少女正是袁家12年前丢失的小女儿袁宁英。当年袁父在国外开设了一家分公司，所以全家人就跟着搬了过去。小女儿袁宁英丢失是在搬过去4个月后发生的，当时小女儿只有8岁。如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12年了，女儿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如果真的活着，又为什么不跟他们联系呢？见袁家人不信，警方拿出了 DNA 的检测结果，经证实确定是袁宁英无疑。确定身份后，袁家决定将她接回。而此时的袁宁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密室待久了，感官能力下降，面对绿豆大的苍蝇，她竟无动于衷。不久后，邓警官就带着袁宁英回到了家，看到母亲想要上前，袁宁英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。见此，姐姐宁静慢慢靠近，轻声向袁宁英介绍自己和父母。袁宁英的回归让全家人都很开心，但是也让所有人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不小心让她想起黑暗的过去。晚上，袁宁英怎么也睡不着，定定地看着天花板出神。苍蝇再次飞在她身上，她也不舍得拍死。此时，袁宁英陷入了回忆中。当年妈妈带着她们姐妹在花园种花，管家叫妈妈接电话，而姐姐本就极度家人宠爱妹妹，就将袁宁英一个人留在了花园。等妈妈出门查看时，袁宁英早就没了踪影。所有人将附近找了个遍，可依旧一无所获。妈妈也因此对姐姐更加厌烦。而此时熟睡的宁静隐约听到了妈妈喊妹妹的声音，她瞬间被惊醒，起身查看。在妹妹房间门口，她看到了焦急的父母，他们发现袁宁英再次不见了。袁父见此就打算再次报警，却被袁母一把拦住。你又报警？报废就是因为你报警才撕票的，你又想害死自己女儿。眼看父母又要吵起来，宁静赶紧安抚父母，自己寻找起来。不料竟在楼下的花园里找到了袁宁英。可令宁静恐惧的是，妹妹再次露出了和12年前一样的笑容。第二天一早，宁静再次看到袁妈对袁宁英满是宠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私心。宁静再次提醒袁妈，这样做对袁宁英的康复没有好处。自从妹妹回来，母亲对她的态度肉眼可见的变差，让宁静无法适应。可她也不得不尽心的帮妹妹康复，以此来弥补心中的亏欠。当看到之前的照片，袁宁英指着照片一一叫出了名字。不久后，邓警官再次找到宁静，想了解当年的情况。宁静表示，当年除了他们母女3人，还有跟了袁家多年的佣人老蔡。当邓警官询问宁静那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宁静慌张了一瞬后，表示没有什么异常，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。发现袁宁英不见后，他们四处寻找都没找到。第二天，家里的信箱里就出现了一封电脑打的英文信，说他们绑架了袁宁英。袁爸得知这一消息，就赶忙报了警。警方当时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可最终却没等到绑匪。后来绑匪再次来信说撕票了。这是之后2年警方都没有新的发现。为了避免触景伤情，一家人就再次搬回了国内。另一边，家里的保姆方嫂外出买菜，却鬼鬼祟祟地来到了老蔡家。看来这个保姆跟老蔡关系匪浅。为了更好地帮助宁英忘记过去，宁静带她来到了工作的地方。不料邓警官也在现场，看到这一幕，宁英吓得瑟缩了一下，被宁静安慰后才好转起来。当邓警官将绑匪的照片摆在宁英的面前，询问当时绑架她的是否只有这3人时，宁英瞬间情绪失控。好在袁妈及时赶到，将宁静大骂一通后，带着宁英离开了现场。临走时，本还慌张的宁英却在袁母的怀里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等宁静再次给宁英做心理辅导时，宁英拿起果汁递给姐姐。我记得我种的花，你拔出来，喜欢你喝到饱，喝到死。原来妹妹一直什么都记得，这让宁静十分恐惧。就在这时，袁妈带着新的心理医生回来。原来此时袁妈已经不再相信宁静，宁静还想再争辩什么，却被母亲制止，让她做好一个姐姐，不要再嫉妒妹妹。母亲的话让宁静委屈不已。不久后，宁英换了发型，和妈妈一起来到爸爸公司，正好碰到大伯。他一脸阴郁地看着宁英，
完事后就给老蔡打过去了一个电话。等老蔡刚回到家，就被人打倒在地。等他拼命抬头，看到的就是宁英。当年联络绑匪是你，通风报信是你，主谋谁？就在这时，保姆方嫂也来到这里，不料被宁英一棍干倒。看到宁英现在如此狠辣，老蔡惊恐地说出了一切。原来背后的主谋竟是他的大伯。情绪失控的宁英最终没忍住解决了老蔡。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大伯那里。此时的他坐立难安，慌张极了。原来当年大伯一聪有个私生子，被袁爸毫不留情地送到了国外，并且袁爸始终看不上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大哥，只是在公司里养着，从没给过什么实权。心生不满的大伯一聪联合私生子制造了这起绑架案。这天，袁妈带着宁英去商场逛街，在厕所里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，将一个手机扔在宁英脚边。看来宁英一定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与此同时，警方通过老蔡的死查到他名下的账户在12年前有过大笔的进账，这让警方意识到老蔡就是当年宁英被绑案的内鬼。如今老蔡已经死了，那么说明主谋很有可能对宁英下手。于是警方赶忙前往商场寻找宁英，可此时凶手已经盯上他了，而宁英也接到神秘人电话。等警方的人赶到现场，就听到一声尖叫，上前一看正是袁母。杀手本来的意图其实是宁英，但是他提前跟袁母互换了衣服，这才让杀手认错了人。邓警官一路追踪凶手来到停车场，不料凶手竟加足马力撞向邓警官，好在他反应及时，堪堪在车下躲过了一劫。完事后赶忙拿枪射击，好在枪法比较好，将凶手击毙在车内。就当他打算查看时，刚好接到同事的电话，证实这名杀手确实是大伯雇佣的。他急忙带着同事前去抓捕大伯，不料刚到公司楼下，大伯就从天而降，砸在了邓警官的面前。警方赶忙封锁所有出入口前去调查。经过警方调查，大伯一聪12年前收买老蔡作为帮凶，设计了绑架案。这次宁英的回归让两人惊慌不已，因此起了内讧。大伯一聪为了保守秘密，雇佣外籍杀手来灭口，先是杀了老蔡，然后刺杀宁英。只是杀手误认了目标，得知失败后畏罪自杀了。经此一事，袁妈在医院昏迷不醒。宁英适时向袁爸提出，让他卖掉公司陪袁妈静养。得知这一切的宁静十分不解宁英的做法，于是找到他询问。哪知宁英一改之前的胆小，面色不善地表示，这么多年自己一直不在。这是你的家，这个意思。公司钱都是你的，我回来装不下去了。宁静拼命地想解释，可宁英丝毫不信。伤痛是永久的，宁静根本不懂自己当年都经历了什么。袁爸再次找到宁英道歉，可宁英却告诉他，其实被绑后的2年后，他回过家，但是看到的却是陌生人。最终他们还是抛弃了自己。如今的这些道歉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直到这时帽子男的出现，让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好了，别怕，我会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父亲得知宁英的遭遇后，出于愧疚，最终还是选择卖了公司。而这个帽子男正是大伯的私生子。当年大伯谎称是被袁父威胁，才不得已将他们母子送出国外的，让帽子男对袁父充满了恨意。可自从卖完公司，袁父就消失不见了。谁也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对袁父动手了，将袁父撞晕后，把他和秘书放在车内活活烧死了。事后警方调查发现，袁父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很高，但真正的死因是来自高跟鞋的伤口和车祸导致的。宁静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宁英回来后发生的，他甚至怀疑这些事情都和宁英有关。可是任凭宁静怎么说，他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所有的事情都结束后，宁英常常发呆，思考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。就在这时，帽子男再次找到了宁英。钱，明天入户。可帽子男似乎连他姐姐都不愿放过。你姐姐起了疑心，不能留后患。可此时宁英的心已经不再坚定。帽子男见此，直接威胁起宁英，说他手上也沾了血。他始终都不愿意放过宁英，是因为他要宁英帮自己复仇，而宁英也完全被他控制。就在宁静下班回家时，灯光突然熄灭，阴影处隐约站着个人影。就在他准备逃跑时，狠狠地将他砸倒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就看到了宁英和帽子男在不远处。帽子男将刀递给宁英，让他动手杀了姐姐。宁英目光呆滞地一步步向前。此时姐姐耐心地劝着宁英，帽子男也在身后蛊惑着他。宁英拿起刀向后刺去，不料被帽子男挡住。帽子男毫不留情地割伤宁英。到头来
你还是他们袁家的人，你永远都是我的乖宝贝。说完就一口血喷了出来。见帽子男没有抵挡力，宁静及时捡起刀刺了上去。为了救宁英，宁静被追得摔下了楼，可帽子男依旧不肯罢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邓警官及时赶到，撞飞帽子男救下了宁静。看着妹妹的尸体，宁静懊悔不已。当初如果不是自己嫉妒妹妹，将妹妹的花弄坏，并将她一个人丢在花园，妹妹就不会被绑架，也不会被折磨那么些年，更不会有后面的悲剧。可如今后悔也晚了，一切再也没了回转的余地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